她生了一对龙凤胎，家里人都高兴坏了。江庆从产房里出来时，他妈和2个嫂子都不在，只有傅少铎一个人等在外面。这会儿江庆没力气说话，他和傅少铎双目对视，看到傅少铎眼中流露出浓浓的心疼之色。辛苦了。他说话时嗓音沙哑，仿佛疲惫很久后的声音。江庆能想象到自己在产房里面时，他有多么的担心焦急。他冲着他虚弱的露出一个笑。江庆在医院里住了5天，本来住3天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自己身体可以了，能出院。但是傅少铎不让，不仅他不让，詹玉敏和2个嫂子都不让，江庆只得继续多住2天。他在医院住到第4天时，父母从京市过来了。父母早就想来，奈何1个月前傅山工作时受了伤，把腿摔断了，他一直在家照顾着。傅山腿刚好，他就急匆匆地往东安农场这边赶。没想到一来看到的是2个孩子，从来没听他们2口子说过是2个孩子啊。我这就给爸打电话报喜。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旧的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 vivo 还卖了2000呢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真好，我到时候也去试试。其实我们也没想到，怀孕时做产检就抽血看是不是正常。我和傅少铎讨论过生男孩还是生女孩的问题，当时觉得不管男孩女孩，孩子健健康康的就好，谁都没想到会一下子儿女双全了。江庆怀孕时，后期肚子像吹气球一样胀起来，比何春平和吴丹2个的肚子都大，但没人有生双胞胎的经验，都没往那方面想。谁能想到呢？还真就是2个。何春平直接傻眼。哇哦！我当时就随口那么一说，谁能想到还真是2个呢？多谢你金口玉言，一下子2个，我可省事多了。生孩子太遭罪了，一下子儿子女儿都有了，以后可不遭这个罪了。詹玉敏还得上班，本来他想等江庆坐完月子就走，然而一看到2个孩子，他又不放心父母一个人帮着照顾，毕竟年纪在那儿，精力不够。要是一个没看到，孩子出点啥问题可咋办？最后詹玉敏又请了3个月的假。月子里江庆连书都不敢看，怕累着眼睛。等出了月子，他这才敢拿起书本继续学习。眼下已经是1976年年底，离1977年恢复高考还有10个月的时间。他想参加1977年底的高考，就必须利用好这1年时间，争取这次能圆自己上辈子未完成的梦想，成功考上京师大学。上次系统发布任务，说是播种越多，智商越高，结果全东安农场都种上了超级种子。江庆也没感觉自己有啥太大的变化。等他再问系统，系统那语气听着就想揍他。你才播种多少？一个小小的东安农场，在整个北大荒都不起眼，放在全华国更是看不到，能有多大的变化？江庆无语，一个东安农场2万亩地，系统说出来如此轻飘飘。傅少铎满脸爱意地望了望江庆，握住了他的手，看着2个可爱的宝宝，此刻真是幸福的一家4口。1977年的春节，詹玉敏和父母是在东安农场度过的。这1年不用回京市，江庆倒觉得省事了，反正有2个妈陪着，再加上2个孩子，家里热闹得很。2个宝宝各自喝足了奶，躺在炕上呼呼大睡，望着睡得香甜的宝宝，江庆心头从未有过的温暖。傅少铎握住他的手，2人一块看着炕上的孩子，心情是同样的。这天晚上，吴丹来找江庆，你和罗宝民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没留下来陪你和孩子呢？他说必须得回家过节，不然他妈会不高兴，会惦记他。他还想让我带孩子回去，4、5天的火车，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？我说没法带孩子一起回，他没说啥，但我知道他心里不高兴了，觉得我们娘俩娇惯。吴丹说完，江庆惊住了。他还想让你和孩子回南方，那么远，孩子在路上生病怎么办？这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好，一点小病都可能是致命的，大人尚且要注意，更何况是几个月大的小婴儿。是啊，他怎么能说得出口？庆姐，你说为什么生完孩子以后啥都变了呢？以前我和宝明感情挺好的，因为我身体弱，他还特意攒钱买了自行车，就为了载着我。可是现在，眼泪从吴丹眼角滑落下来，江庆长长叹了一口气。没有孩子，你们过的是2人世界，矛盾自然就少。有了孩子以后，那就不仅仅是2个人之间的事了。好比说你婆婆借着照顾你，非要过来，结果搅得你们2口子不安生。听到他的话，吴丹哭得更厉害。我真羡慕你，有了孩子，你和副队长感情还是那么好。江庆先是怔住，然后想了想，好像真是这么回事。没有对比还没觉出什么，这会儿有了罗宝明做比较，瞬间显出傅少铎的好来。江庆心里想着，嘴上什么都没说。你以后怎么打算？我现在有孩子了，肯定不能轻易做决定，边走边看吧，看以后宝明能不能有转变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似乎也只能这样。第2天，傅少铎回家吃早饭，看到江庆一副没睡醒的样子。失眠了。我和吴丹聊天，
聊太晚了。听到是这个原因，傅少铎就没再接着问。但江庆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你之前说会去找罗宝民谈谈，找了吗？找了，不过好像没太大效果。怎么，他不听你说话？那倒没有，只是一种感觉吧。你感觉的还挺对。江庆小声嘀咕一句。傅少铎看着他，没什么，走吧，吃饭去。他昨晚和吴丹说的都是姐妹间的私房话，并不适合讲给他听。过完年，东安农场召开全体职工大会，总结去年1年的工作，同时表彰这1年的先进人员。江庆又是以全票当选。就在2天前，刘厂长突然把他叫过去，通知了省里刚刚发来的文件内容。江庆当选了全省38红旗手，需要尽快去哈市参加表彰大会。有过上次省劳模的经历，江庆这次没有那么惊讶，很镇定的回家打包行李，出发去哈市。这次傅少铎没有办法再陪着他一起去，队里事情太多，他实在脱不开身。鉴于一个女同志单独出门不安全，最后厂里派了肖宇跟江庆一起去哈市。